今天我们将一起揭开一段藏于佛门古籍《文殊般若经》中的神秘预言。这不是一段枯燥的佛经讲解，而是一则直击人心、颠覆认知的预言。谢谢你的聆听，加入我们，通过点赞与关注我们的平台。你是否曾经以为真正的开悟者必须苦行修炼，远离尘世，拥有超凡神通？那么今天这段预言可能会打碎你对修行的一切想象。在这段预言中，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预言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：在未来最黑暗、最混乱的末法时代，将有一批真正的觉者出现。他们既不苦修，也不显神通，更不穿袈裟或居山林，却拥有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共同特征。这究竟是怎样的特征？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场1000年前的灵山法会，一起探寻那颗最被忽略却最接近开悟的初心。故事发生在灵鹫山，那是佛陀常住说法的圣地。一天，阳光洒落在山顶，金色的光辉仿佛给莲花座上的佛陀披上一层神圣光芒。数千名比丘与菩萨环绕而坐，山峰中隐约传来钟声，一场神圣的法会即将开始。正当佛陀准备说法时，一位身披紫金袈裟、面容庄严的菩萨站了起来。他就是文殊师利，象征般若智慧的化身。他目光如炬，神情肃穆，似乎即将揭露一件关乎三界未来的大事。世尊，文殊菩萨双手合十，缓缓开口：我于禅定中见一异象。此景关乎末法时代，有关那时真正开悟者的来临。此话一出，如雷贯耳，在场的大众无不瞠目结舌。众生堕落，开悟者何来？末法时代是佛法式微、众生沉沦的时期。那时的人们心性浮躁，被五欲六尘蒙蔽，修行间难如登天。大家纷纷议论，这样一个时代还可能出现觉悟者吗？连阿难尊者也不禁出声质问文殊师利：那时佛法衰败，众生根性浅薄，如何能得正大道？文殊菩萨却微笑着点头，回答得斩钉截铁：正因如此，他们的觉悟才更为真实。末法众生虽然烦恼深重，但若能在红尘中守住菩提心，那份力量将远胜于苦修。这一回答让众人陷入沉思。这些人不是你以为的修行人。文殊菩萨继续说：我所见之开悟者，不限于比丘僧侣，相反，他们来自三教九流，有商贾、农夫、官员、工匠，甚至还有操劳家务的平凡妇人。他们穿着普通衣物，生活在城市乡村之中，与芸芸众生无异。比如有一位在市井贩卖蔬果的老翁，面容黝黑，手脚粗糙，但每日清晨诵一遍《心经》，从不敷衍，眼中清澈宁静。再比如一位母亲，每日起早贪黑照顾一家老小，却在心中常念愿众生安乐，从不怨苦。谁能想到，这些看似普通的人，竟然才是真正的觉者？他们不修苦行，不显神通，不求外境。文殊菩萨环视众人，他们唯一的特征是一颗初心。什么是初心？初心是你最初踏上修行之路的那颗心。文殊菩萨说道：他不为名，不为利，不为神通，也不为显化奇迹，只为一个单纯的愿望，看清人生的真相，解脱烦恼。阿难听到此处，眼中泛起泪光。他一起初见佛陀的那个清晨，那时他尚是王族青年，却被佛陀慈悲之光所感动，从而毅然投身修行。可是多年过去，他不知何时竟在修行中生出了执着心，想被称为多闻第一，想拥有神通妙用。文殊菩萨仿佛看透了众人的心，你们是否也曾走得太远，忘了为何出发？文殊菩萨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。有个年轻的僧人，聪慧异常，能背诵数十部经典，还能推演各种法义，但他傲慢无比，常以为自己高人一等。而另一位老僧却始终寡言，只每日扫地烧茶，却从不炫耀修为。直到有一天，天降暴雨，寺中石像被毁，年轻僧人哭喊佛像不保，而老僧却微笑着说：佛在心中，从未离开。真正的神通不是腾云驾雾，而是即便世间崩塌，也能安心守心，这就是初心的力量。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觉者是否真正开悟？文殊菩萨给出了一个令人动容的答案：他们面对顺境不贪，面对逆境不怨，在繁忙中不失心，在静默中不失爱。一位比丘问道：末法之人，生活烦恼不断，该如何保持初心？文殊菩萨回答：如看天上的云彩，它们不断变换，但天空本体从未改变。念头纷飞，但心若不执，即是清净。平凡中见真章。最令人动容的是那些在最平凡岗位上
却暗藏觉悟之光的人。比如，一个公交车司机，每天忍受喧哗与交通压力，却总保持微笑，默默为乘客送一句愿你一生平安；或是一位面点师，每日凌晨3点做包子，却把每一个都当作功佛，心怀感恩地对待食物与众生。他们不穿僧衣，不诵大悲咒，不打坐入定，但他们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句话、每一个眼神中，都流露出一种慈悲与智慧。这就是末法时代的开悟者，无声无息，却光芒万丈。最后，佛陀听完文殊菩萨的开示，轻轻颔首道：善哉，善哉！初心即是佛心，若人能守此初心，不论身在何处，皆能见性成佛。这句话如雷贯耳，让所有人幡然醒悟。不是神通，不是修法，不是形式，而是那颗最初发愿觉悟、愿众生解脱的心，才是真正的道。结语：回归初心，返本归真。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曾在某个瞬间感受过内心最纯净的一刻，也许是在夜深人静时的一声叹息，也许是在他人受苦时心中升起的同情，也许是在人生低谷仍愿善待自己的那个决定。那一刻就是初心的展现。不要以为觉悟是遥不可及的彼岸，其实它藏在每一个你愿意诚实面对自己、善待他人、放下执着的瞬间里。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不忘那最初的愿望，成就真正的自由与清明。这就是文殊菩萨为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启示。谢谢你的聆听，加入我们，通过点赞与关注我们的平台佛教智慧、古韵佛学与当代禅意交融的空间，探索更多宁静心灵的篇章，澄净心灵，为您的日常旅程洒下智慧之光。